跪直了。姨娘不发话，你敢起来试试？冷，这是哪儿？穿越了，完了！姐姐，真的不是我。这是原生的娘亲。不行，我要去找娘亲。这破身体，你要干什么？谁让你站起来？还不赶紧跪下！回来！我让你回来，你耳朵要聋了吗？小东西，你要去哪儿？谁呀？大小姐，姨娘让你跪着。锦书要见姨娘，烦请妈妈通传。姨娘，锦书求见，若不开门，锦书便冻死在此。看祖母父亲回府，姨娘如何交代？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这小东西想作什么妖。哟，跪够了，替你娘认罪了。娘，疼不疼？锦书，快走，娘没事。姨娘，你打了锦书的娘。打了怎样？他偷我玉簪。姨娘说昨晚上丢的。昨晚上，姨娘在祖母院里用了近2个时辰饭，是吗？是。簪子是去之前丢的，还是回来之后丢的？回来之后。姨娘回来时走哪条路，碰见谁了？谁能证明那时簪子还在？我记不清。哦，姨娘记不清，那锦书猜是姨娘自己弄丢了，怕祖母怪罪，就让翠儿姐姐随便拿只簪子塞我娘枕头下，冤枉我娘，对吗？娘，起来，地板凉。姨娘，锦书才3岁半，不懂大道理，但锦书知道冤枉人不对。姨娘比锦书大那么多，应该更懂。锦书，你怎样？啊啾，好冷。娘，锦书饿了，膝盖也疼。娘这就回去弄吃的，给锦书揉揉。太太，张姨娘今日被大小姐一番话堵得哑口无言，周氏母女就这么走了。3岁半的孩子能说出那番话，千真万确，好些人听见。去，细细的查，这丫头近日见过谁，听过什么。3岁半，若无人教，那才真是奇。是。锦书，先吃点，娘中午再去求求厨房。娘，不用求，以后锦书让娘吃好的。姐姐，快起来！我听说锦书这孩子聪慧异常，心里欢喜，怕你们这儿人手不够，特意拨个伶俐丫头来伺候锦书。春兰，以后好好伺候大小姐。是太太，奴婢一定尽心。春兰姐姐好。大小姐真乖。锦书喜欢听人读书，姐姐陪锦书读书好不好？好。姐姐读。卑弱第一，古者生女3日，弄之瓦砖而摘告焉；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摘告焉。姐姐继续，锦书在听。大小姐歇会儿吧，换本书读。姐姐不喜欢这本书吗？可太太说女孩子都要读女诫呀。姐姐是觉得太太说的不对？没有，奴婢不敢。是一首卧之床下，民其卑弱，己下也。太太，奴婢实在受不了了。大小姐她就是个书呆子，除了让人读书，什么也不干，奴婢嗓子都要废了。她可有何异常举动？见了外人，说了奇怪的话？没有，她连院门都不出，就是听书、打瞌睡、吃饭。3岁半的孩子字都不识几个啊，太太。罢了，你下去吧，没用的东西。
难道真是我想多了？一个痴傻书呆子。锦书，你怎么知道那春兰是？他眼睛乱看呀。娘，锦书聪明吧？你才3岁半，哪来这么多心眼儿？锦书不知道呀，可能是天生的吧。娘，明天锦书想去有好多书的地方玩。大小姐，这儿可没好玩的，都是旧书灰尘。嬷嬷，锦书想找本书给祖母看，帕子给嬷嬷擦汗。进去吧，别乱跑，当心磕着。谢谢嬷嬷。边关告急，然粮草屡屡延迟。经查，户部王侍郎似有手脚，证据暂藏于王侍郎，王氏的哥哥。祖父真厉害。书不怕，锦书也不怕。哎呦，大小姐，摔着没？嬷嬷，锦书能拿回去吗？锦书想，祖母看到祖父的字可能会高兴。能，大小姐真有孝心。祖母，锦书在旧书楼看到祖父写的字，锦书看不懂，但觉得祖父写的好厉害，想拿给祖母看。是他写的。祖母不哭，古父写字时一定想着祖母呢。祖母，古公是在说祖母的眼睛像月亮一样亮吗？我的儿，你这孩子怎如此贴心？太太，大小姐去了旧书楼，拿了几本老太爷的批注书给老夫人。第一步成了，把老夫人惹哭了。现在老夫人发话，让大小姐每日去她院里。贱人倒会钻营。那丫头片子竟真巴结上了老夫人，日日去松鹤院，倒显得比我这个嫡母还会尽孝。太太，不能再让她这么下去了。老夫人万一真被她哄了去，日后这府里……我知道张氏那个蠢货靠不住，这次得用点实在的。7日酥下在他们每日的饮食里，分量要轻。初期像风寒，体虚无力；7日之后，神志昏沉，形同废人。一个病弱痴傻的孩子，老夫人还会看重多久？老奴明白。周氏那边一并处理了，做得干净点，从他们小院的厨房入手。果然坐不住了，直接下毒，够狠。锦书，来，把这碗喝了。锦书，怎么了？娘，锦书肚子好痛，不想喝粥，想吐。是不是着凉了？娘去。娘，别出声，听锦书说。从现在起，我们病了，娘，你也要装不舒服，但东西一口别吃，厨房送来的。祖母昨天给的糕点藏好了，我们偷偷吃那个。他们怎么敢？娘不怕，锦书有办法。老夫人，大小姐和姨娘从早上起就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大小姐一直喊祖母。什么？请大夫了没？还没。混账，还不快去请！用我的帖子请保和堂的孙大夫，快！脉象虚浮紊乱，似有外邪侵入，又似脾胃中了浊滞之气。今日饮食可有异常？
都是厨房送的寻常饭菜。粥，早上那粥味道怪，锦书只喝了一口就肚子疼。把早上经手厨房的人，还有这粥，都给我扣下！孙大夫，烦请验看。老夫人，银针对未验出寻常砒霜之毒，但此粥中却有一股极淡的异样色气，依老朽看，怕是混入了某种损伤神智的漫毒，初期症状与风寒常不是极似，极易混淆。好得很！在我永宁侯府，竟有人用这等下作手段谋害我沈家骨血！查，给我彻查！从采买到经手，一个不许放过！刘妈招了。招了，说是老奴指使，但老奴死也没把太太您供出来啊！那药，他们怎么会查到是7日苏？孙老头有这本事？似乎是大小姐提了一句味道怪，孙大夫才着重去验的漫毒。又是那个小妖精，他怎么知道？老夫人现在认定是内宅阴司，要严查。这把火不能烧到我们身上。可你去告诉张氏，他之前陷害周氏偷簪，人赃并获，翠儿可作证。就说他怀恨在心，才指使刘妈下毒报复。刘妈的家人，我会照看好。他若聪明，自己认了，不过是禁足伐凤，我还能保他。若不然，他兄长在庄子上那点烂账，我可就捂不住了。老奴明白，这就去办。他做梦，想让我当替死鬼，我没下毒。姨娘，有没有下毒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可以指向你。刘妈是你远房表亲招进来的，翠儿可以证明您对周氏母女恨之入骨，还有您兄长。太太说了，若您不体面，她就帮您体面。老夫人，妾身糊涂，妾身一时猪油蒙了心，因着之前玉簪的事被大小姐说破，失了颜面，便怀恨在心，这才买通刘妈，想给他们一点教训。妾身不知那是剧毒啊！求老夫人开恩，求老夫人开恩！一点教训，那是能让人变成废物的毒药。张氏，你心肠何其歹毒！母亲，张氏虽糊涂可恨，但好在锦书和周氏及时发现，未酿成大祸。他已知错，您看是否从轻发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也关乎侯爷的颜面。侯爷的颜面，他有想过侯府的颜面吗？谋害子嗣，其罪当诛。但念在你伺候侯爷多年，即日起夺了姨娘分令，打入后巷杂院静思子过，非死不得出。身边之人全部发卖。太太，你答应我的！太太，你答应我的！都散了吧。锦书好生将养，以后就住在祖母院里。锦书，真是张氏？不是，他没那个脑子弄到7日苏，也没那个胆子，是王氏找了替罪羊。那我们不是更危险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放。娘，绣坊的事得加快，我们得有自己的人、自己的钱和自己的力量，还有这个王氏的哥哥王侍郎，这是我们的道。那丫头看我的眼神不对，她肯定知道是我，不能再等了，她必须死，而且要死得自然，死得让老夫人再也想不到我头上。太太，那丫头如今在老夫人院里守得铁腿一般，在院里动不了手，就等她出来。听说她最近总怂恿周氏弄什么绣品，还想开绣坊。是，周氏偷偷在攒绣品，似乎想托人外售，贪财就好，找外面的人扮作收绣品的诚信商人，约他们去外面的茶楼看货，地点要偏。老奴这就去安排，然后制造一场意外的金马事故吧。孩子体弱，受惊病亡，很合理。在下玲珑绣的管事，听闻周氏绣艺高超，我们东家诚心想合作，只是货量不小，需当面看娘子的其他绣样，详谈花样和价钱。可否请娘子以部清风茶楼雅间一叙？这是定金。叔叔，茶楼远吗？不远，就在西街，侯府马车过去1刻钟。就我和娘去吗？
锦书怕生。小姐放心，雅间清静，就我们东家和几位老师傅都是女子。娘，我们去看看吧，多带些人。祖母说了，要注意安全。西街，清风茶楼在东街，路线不对。娘，看，大马，那马眼睛红了。小心！小心！喂，你们怎么赶车的？差点撞到小爷！谢谢小哥哥，你的车来得真及时。谁特意来救你们了？是小爷我的车正好路过，算你们运气好。武安侯府的车架标记，这个路过未免太巧。王氏，你想制造意外，那我就让这意外变成指向你的证据。马自己跑出来撞我们，绳子是断的，有人要害锦书和娘。陈叔，绳子接口整齐，是利刃割的，这不是意外。世子，是人为，附近有几人行径可疑，已跑了。喂，小不点，别哭了，知道谁想害你吗？锦书不知道，但刚才有个叔叔说请娘去看绣品，把我们引到这里，然后马就来了。这是有预谋的呀！谁这么狠毒，对个奶娃子下手？他是高门大户里的隐私。听见了，去查那个叔叔，还有把这条断绳、这匹金马，连同咱们马车受损的情况，一并报到京兆府去。光天化日，天子脚下，谋害侯府女眷，当我大周王法是摆设吗？是。多谢小公子仗义相助。你叫什么？沈锦书，你呢？陆昭，武安侯府陆昭。你记住，今天是小爷我救的你。锦书记住了，谢谢陆昭哥哥。行了，赶紧回家吧，外面不安全。陈叔，派人护送他们回永宁侯府，顺便跟永宁侯府的老夫人说道今天的事。我的锦书，吓死祖母了，有没有伤着？祖母，锦书怕马是被人割了绳子放出来的。老夫人，我家世子路遇此事，已命人将相关人证物证送交京兆府备案。世子让我带句话，贵府内务我等不便插手，但朗朗乾坤谋害质子，实乃人神共愤，望贵府能彻查清楚，给沈小姐一个交代，也免得污了勋贵门第的清誉。王氏，你都听见了？母亲息怒，媳妇儿定当全力配合府衙，揪出幕后黑手，清理门户。在我眼皮子底下，竟有人把手伸到府外，用如此歹毒手段。这次若不是武安侯世子恰好路过，锦书他们，你管的家可真好啊！最好是你能查出来，若是查不出，我看你这当家主母也该换个能管得住事的人了。带锦鹤回去休息。锦书，今日太险了，那王氏这是要我们的命啊！一次不成，他只会更急，手段更狠，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娘，你的字最近很像样了，帮我抄几句话。抄什么？抄这封信里的关键几句，但改几个字，让他看起来像是有人想用这秘密威胁王氏了，却在交易时被黑吃黑。这能行吗？万一……没有万一。王氏现在最怕两件事，一是我继续追查金马案，二是他哥哥的旧案被翻出，我们就把这两件事变成一把火，烧回他身上。太太，京兆府的人在查那匹马的来源和车夫，顺藤摸瓜，怕是很快会找到小人安排的几个混混。废物，手脚这么不干净，那几个混混，你知道该怎么做，绝不能让他们开口。是，小人明白。还有一事。小人今日在茶楼附近见到这个，这是从哪里来的？就掉在茶楼后巷，像是有人匆忙间遗落或销毁不及。难道
当年的事还有知情人，还想用这个来要挟我哥哥。不对，这像是交易出了问题。是谁？是谁在暗中捣鬼？祖母，什么叫粮草啊？锦叔昨天好像听到有人说这个词。就是军队吃的粮食用的草料。怎么了，锦叔？那粮草是不是很重要？如果有人把粮草弄没了，在前面的兵哥会不会饿肚子生病？当然重要。克扣、延误军粮是动摇国本、陷将士于死地的大罪。锦叔，你从哪儿听来的？锦叔梦见的，梦里有好多人吵架，说粮草王什么的。锦叔害怕。娘，这些好看，但不能只这样卖。那怎么卖？这个叫锦书遥祝福运帕，一套4张，不同花纹，寓意4季平安，只成套卖，不单卖。这个叫清风徐来盲盒扇套，买了不知道里面绣的是梅兰竹菊哪一种，集齐4种，可以换一个娘亲绣的特别款小香囊。盲盒？锦书，这些词你从哪儿学的？梦里老爷爷教的。娘，我们还得有标记，每件绣品角落绣一个很小的像花又像字的标记，这叫锦纹，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娘的绣品，仿不了。哎呦，这绣工，这配色真鲜亮，周姨娘好手艺。这鹤的眼睛真有神，比我府上绣娘强多了。我娘还会绣好多花样呢，有福运帕，还有盲盒扇套，可好玩了。祖母，让娘送几位祖母伯母试试好不好？好，好，好。夫人，老封君谬赞了，些许着作，不成敬意，还请各位笑纳。这里面都是成套的福运帕，纹样都是寓意吉祥的锦纹，里面的盲盒扇套每一款纹样都不重样，拆开全是惊喜，都是妾身闲暇时绣制的。这法子有趣，周姨娘有心了，回头我让下人按着地址去定些。这院子僻静安全，离侯府又近，往来贵客也方便，真是多谢了老夫人。要不是老夫人牵线，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单子。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娘，我们的绣房就叫锦瑟阁吧。太太，周氏那边，你们先下去吧。太太，那对贱人倒是会钻营，如今有了老夫人明里暗里护着，还做起生意来了。要不要在生意上给他们使点绊子？生意让他们做，做得越大越好。一个妾室公然行商贾之事，抛头露面，我看他这生意能做多久？等时机到了，这就是现成的把柄。现在要紧的是我哥哥那边，京里似乎有风声在查旧账，那封残信，我必须亲自回娘家一趟。还有，那个沈锦书不能再留，必须想个万全之策，一次了结。奴才明白，定不负夫人所托，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喂，小不点儿，你果然在这儿。听说你娘开了个绣坊，小爷我来照顾生意。陆昭哥哥，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京城还没小爷我想知道却不知道的事儿。少废话，我娘快过寿了，要订一批上好的绣品当回礼。你们这儿有什么好的，都拿来瞧瞧。不用多礼，赶紧的，好东西拿出来。行，就这些花样，每样先来20份吧，这是定金。陆昭哥哥，很多，娘一个人要绣很久。谁让你娘一个人绣了？你不会请人吗？笨，小爷我这是给你们送生意，撑场子，免得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欺负你们。我先走了，最近没事少往外跑，特别是你小不点儿。我听说有人牙子团伙在附近拐孩子，专挑你这种看着机灵的。人牙子专拐机灵的孩子，王氏，你又想玩什么新花样？就是画上这个女娃，3岁半，住在永宁侯府后街的绣坊附近，找机会干净利当的掳走，卖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再回京城。夫人放心，
这种小娃娃最好得手，保管让它消失的无影无踪。藏活喽！锦书慢点，别摔着了。小妹妹喜欢这个吗？跟叔叔去那边，叔叔那里有好多好玩的。叔叔，你是人牙子吗？这孩子胡说什么？祖母说，陌生人给糖和玩具要拐走小孩的，就是人牙子，你是坏人！放肆！光天化日敢抢人！你没事吧？不是让你少出来吗？锦书没事，绿昭哥哥，你又救了我一次。他还有那边跑掉的那个是一伙的。陈叔，是，把这些杂碎牢牢捆好，再把之前金马案的相关线索一并整理好，立刻扭送京兆府。我要亲自去公堂监审，我就不信撬不开他们的嘴，查不出背后的主使。大胆拐匪，光天化日，玉鲁街侯府千金，从实招来，受谁指使？大人饶命，是一个婆子找到我们，给了银子和画像，让我们把永宁侯府那个3岁半的大小姐掳走卖远，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谢。那婆子何等模样，可识得？回大人，40、50岁，容长脸，戴着珍珠耳坠，说话有点拿腔拿调，像是大户人家有体面的嬷嬷。大人，有珍珠耳坠的婆子，本世子那日金马现场好像也见过这么一个婆子在附近鬼鬼祟祟。陈叔，是不是？回大人，世子记得不错，那日确有此人在街角张望，事后匆匆离去，属下已命人画下影像。老夫人，此案涉及贵府内眷，您看？大人依法办案即可。老身这便回府清理门户，定给大人给朝廷一个交代。昭儿，今日多谢你。锦书，我们走。开祠堂，请家法，将赵嬷嬷捆了，押到祠堂前。是，老夫人。夫人，老夫人叫去祠堂。夫人今日身体不适，可否不去？老夫人震怒，小的劝您还是去看看吧。夫人，请吧。赵氏，这画像上的人是不是你？母亲，或许只是相似，有人构陷。构陷，一次金马是构陷，2次拐卖还是构陷。王氏，你当我是老糊涂了吗？赵氏是你从娘家带来的心腹，他若无你指使，敢做下这等灭九族的大罪。赵氏谋害主子，罪证确凿，打死不论。王氏治家不严，纵奴行凶，即日起夺去管家对票，禁足思过，无我准许，不得出院门一步，终会暂由我亲自掌管。秋月，我待你如何？太德大恩，秋月万死难报。好，我要你去做最后一件事，去杀了沈锦书，就在他松鹤院的厢房里，用火制造他夜间不慎打翻竹坛，意外身亡的假象。事成之后，这些银票和你的身契都给你，你立刻远走高飞。屋顶上的朋友，夜深了，小心着凉。果然来了，陆昭，你倒是守信，真派人一直暗中守着。等你多时了，给我拿下！是镇远太太身边的秋月姑娘。祖母，他要放火烧死锦书，是王夫人让他来的。锦书怕，锦书要爹爹。
王氏，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说？妖孽，他是妖孽！一个3岁半的娃娃怎能如此诡计多端，步步叫我逼着陷阱？母亲，您不要被他骗了，他是来祸害我沈家的。自己心肠歹毒，屡次谋害人命，反倒怪一个3岁孩子是妖孽。王夫人，你这道理真是让小爷我大开眼界。锦书不是妖孽，叔只是想和娘亲好好活着，不被人欺负，不被人下毒，不被人放火烧。是夫人您一直不让我们活。王氏，你妒忌成性，屡施毒计，残害子嗣，证据确凿，更勾结外匪，罪无可赦。我永宁侯府容不下你这等毒妇！你敢！我乃明媒正娶的侯府主母，我兄长是朝廷命官，你没有资格休我。主母不配。休书，我已连夜派人快马加鞭，送往边关城给侯爷。在你兄长王侍郎自身难保之际，你看侯爷是保你这毒妇，还是保我沈家门楣清誉？走，将王氏押入后府地窖，严加看管，等候发落。所有陪嫁下人一律发卖。王氏院中一应物品封存待查。你们这群贱婢，放开我！娘亲不哭，坏人被赶走了，以后没有人欺负我们了。周娘子在吗？我们夫人想再订一套福运帕。嬷嬷好，娘亲在后头赶工。您要的福运帕，还是要四季平安纹，还是试试新出的锦绣前程纹？新无恙用的金线勾边，更显贵贵，但工期多2天。哟，小掌柜懂得真多，那就试试新无恙吧。多久能得？今天定，10天后可取，预付3成定金，取货付清。嬷嬷是熟客，给您记档，积满10次送一个独家锦纹小香囊哦。锦书，累了一天了，快歇着吧。这些账目娘来看就行。娘，绣坊生意稳了，但还不够，我们要有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锦书想开个萌学堂。萌学堂？你教谁？教和锦书差不多大或者大一点点的孩子，不教八股，先教认字、算术、道理。地点就用绣坊隔壁空着的那间小院，学生就从附近愿意学的街坊孩子开始，不收钱，管一顿午饭。不收钱，那图什么？图人心，图名声，图以后能有更多的人不被人随便欺负，不因为不认字就被人骗。而且教孩子识字算术，他们将来也许能帮娘看账、跑腿，是培养我们自己的人。这叫产业与人才结合。好，娘听你的，娘陪你。欢迎大家来锦瑟萌学，我是沈锦书。以后我教大家认字，还有好玩的故事。在这里没有少爷小姐，只有学生同胞，互相帮助，不许欺负人。跟我念人。一个还没断奶的丫头片子也敢开学堂教书，教一群穷鬼泥腿，笑死人了！哼，你是谁？为什么打扰我们上课？前夫，我爹是这条街最有钱的，你这破学堂赶紧关了，不然小爷我天天带人来给你捧场。钱公子是来比有钱，还是来比学问？比学问，跟你个奶娃比就比，你说比什么？最简单的，背三字经吧，从人之初背到教五子，看谁背得快背得准，你敢吗？这有何难？让你先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该你了，钱公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后面是什么来着？
钱公子，看来你爹的钱没帮你把学问装进脑子里，现在可以请你离开，不要打扰我的学生了吗？还是说你想比算术，比如你爹粮店今日进米10担，每担售价？算了，估计你也算不清，你们可以走了。沈先生好厉害！小先生授业别开生面，以沙盘代纸笔，以歌谣助技艺，因材施教，寓教于乐，令人钦佩。不知师承哪位大家？先生谬赞，锦书并无师承，只是自己胡乱想想，觉得这样学或许有趣些。先生是？小先生以为教育之本在于何处？在于开蒙启智，明理成人。识字算术是工具，明白是非善恶，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养活自己，保护家人，才是根本。好一个明理成人，年纪虽小，见识不凡。此地蒙学可愿接纳一些出身特殊，或许有些顽劣，但渴望向学的学生。锦书说过，这里只有学生同窗，只要愿守规矩，愿学，锦书都教。好，3日后会有人送学生来，庶胥会按例奉上。另外，小先生与令堂的绣房生意，近日或有些小麻烦，留意往来账目与供货之人。母亲，苏文远提醒我，最近要格外小心。锦书，你看，陈记商行这个月货价没变，料子和绣线品质却差了一等。这批绣金线色泽暗沉，还容易断。以次充好，是想坏我们锦瑟阁的名声，让客户觉得我们手艺退步，或是贪便宜用了坏材料。看来王氏虽倒了，但恨我们的人，或者眼红我们生意的人，还有。娘，明天起陈记的货全部停收，我们去寻新的供货商，哪怕贵一点，也要最好的。另外，把这次以次充粮的证据、样品、收据留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小先生，这便是彻儿，他家中有些变故，性格内向，但极为聪慧，也肯用功，以后便托付给小先生了。你好，赵彻，我叫沈锦书，欢迎你来。去和那边的小石头坐一起好吗？我带你去位置。对了，供货的事儿可有眉目了？正在找，好的货源不易得，也怕再遇到陈记那样的。这是云锦绣庄林老板的名帖，他是我故交，为人诚信，货品上乘。你持此帖去，就说是我苏文远介绍的，他会给你公道价格。苏文远这个名字似乎是国子监一位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博士。锦书多谢苏先生，好好教导彻儿。对了，陈记商行背后是已故王侍郎的一个门人，如今王侍郎虽倒，余孽未清，你与你母亲仍需小心。好的，苏先生。需要什么自己看。文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些是我们上好的布料。既然是文远的朋友，可以给你打7折。如果可以的话，您定个时间，我给您送去。这位苏先生真是贵人，帮了我们大忙。娘，苏先生不仅是贵人，他送赵彻来，或许不单是读书。赵彻的举止气度不像普通人家孩子，倒像是家道中落的官宦之后。苏先生让我教他，是信任，也可能是为他寻一个安全可靠的栖身学习之所。而我们也需要苏先生这样的清流名声作为庇护。绣坊和书堂现在才算真正扎下根，有了抵挡风雨的一点力量，但还不够。我们要更快、更稳地变得强大。只有这样，我才能带着母亲，在这个世界里更好地活下去。
等一下，彻哥哥，在学堂还习惯吗？习惯，沈先生教得好。先生，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我不想白吃饭，白读书。当然有，我想在学堂里开一个互助会，年纪大学得快的孩子，比如你，可以抽空帮助年纪小学得慢的孩子温习功课，做得好可以得到额外的点心，或者这个可以攒起来，以后在绣棚换小东西，或者抵一部分学费。好，我愿意。还有，我娘绣坊需要人帮忙分线、整理布头，这些活简单，大一点的孩子课余也可以做，按件计铜币，这样他们既能帮家里减轻负担，也能靠自己的手挣点零用。明白劳作不易，赚钱不易。有人吗？来啦！ 喏，我娘说你家的绣品不错，让你娘再赶2副抗瓶，急用。这是定金。这什么玩意儿？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成立互助会，大家可以通过。大概就是这样，陆昭哥哥。有点意思。光你们这点孩子能干嘛？小爷我有个主意。什么主意？我城南有个废弃的教场，不大，但收拾出来能跑马射箭。你们这书堂的孩子，光读书算术有什么用？身子骨不强壮，将来还是被人欺负。不如我们2家合作，你的书堂教文，我的教场教武，文韬武略，这才像样。主意太好了，不仅能强身健体，更能培养纪律、勇气，甚至是一支潜在的忠于自己的力量幼苗。陆昭这家伙，关键时刻还挺靠谱。好，陆昭哥哥，就这么说定了。锦瑟盟学与武安教场结盟。只见那3岁半的沈小先生，乃因虽智，道理却明。问那3字经之意，对答如流；论那强身自保之道，头头是道。更有那赵家小公子，出口成章；武安侯世子，指挥若定，真乃奇观也。苏文远此次倒是提携了一块璞玉，此子若好生雕琢，将来或成一代大家。哼，3岁稚子哗众取宠，蒙学岂是儿戏？长此以往，礼法何存？听说那学堂管饭，还教手艺。我家那皮猴若能送去10几个字儿，学点规矩，真是烧高香了。可不是，那沈小先生是菩萨心肠啊。王爷，这便是那文武学堂及沈锦书之全部资料。其母周氏，原永宁侯妾室，和离后以绣坊为生。沈锦书年3岁半，言行确异于常孩。学堂背后有武安侯世子陆昭全力支持。苏文远亦多次公开赞誉，近日更因公开课名声翘起。3岁半便能收拢人心，聚拢孩童，更引得武安侯府与清流注目。这已非寻常神童2字可盖。苏文远那老狐狸最是清高，他能看上眼，这女娃要么是真有经世之才，要么便是其背后另有高人。王爷，依小的看，那锦瑟阁的绣品生意倒是有些新奇门道，什么盲盒、成套，颇能吸金。若能收归麾下，必是桩好买卖。雕虫小技，奇淫巧技，蒙学乃圣人之道奇史，岂容一黄口小儿肆意妄为？更与武夫厮混，不文不武，成何体统？长此以往，必坏学风，动摇科举根基。王爷，要不要小的带人去给那破学堂松松土，保准让他们开不下去。稍安勿躁，是璞玉还是顽石，是机缘还是祸台，尚需看清。四海，小的在，你先去以合作之名接触那锦瑟哥，探探虚实，看看能否为我所用。记住，先礼后兵。是。洪昭，学生听命。你在士林中可稍作议论，不必过于激烈，只需点出避机司臣，质子为师，有违礼法古算即可。看看风声。学生明白。啸天，你的人先按兵不动，但给本王盯紧了，特别是与那学堂往来的人物、货物，必要时要能干净利落。王爷放心，包在小的身上。沈锦书有意思，但愿你是块识时务的璞玉，否则粉身碎骨便是你唯一的下场。周娘子，久仰锦瑟阁大名，鄙人钱四海
隆昌商行掌柜，今日特来是想与贵阁谈一桩大生意。钱掌柜请坐，不知是何生意？我隆昌商行经营南北货米，丝线绸缎，货源最是上乘空足。听闻贵阁绣品精良，但规模受限，用料也时有不济。我们东家十分欣赏，愿与贵阁深度合作。一，我隆昌以最优价格独家优先供应贵阁所有原料。二，我商行名下铺面可选最好地段，与贵阁合开分号，扩大经营。三，所得利润贵阁占40%，我隆昌占60%，但前期投入、铺面人手皆由我隆昌负责。周娘子只需负责刺绣与管理即可，如何？条件听起来极为优厚，几乎是送钱上门。独家供应等于命脉被握，合开分号等于品牌被控，40%利润更像是高级打工。钱掌柜好意，锦书与娘亲心领了。只是锦瑟阁尚小，如同刚学步的娃娃，还需自己慢慢走稳。与隆昌这般大商行合作，恐力有不自破，反而拖累掌柜。且学堂事务繁多，娘亲精力有限，合作之事不敢应承。日后若需采买，正向隆昌优先询价。小先生不妨再考虑考虑，3日后鄙人再来听信。黄鼠狼给鸡拜年，隆昌商行背后水很深，听说和9位王爷都有牵扯，他们这是想吞了你的绣房和点子，绝不能答应。可他们势力大，若真在原料上卡我们，陆昭哥哥说的对，这是吞并，不是合作，拒绝是必须的。但娘亲的担心也有道理，我们需要未雨绸缪。陆昭哥哥，侯府的庄子里可能找到稳定可靠的丝线，棉布来源，哪怕量少些，品质好些。我回去就问，应该可以匀出一部分。另外，我们要加快锦瑟联盟的想法，联合其他几家同样被大商行挤压的诚信小绣坊，我们统一图样标准，分工作业，共享部分原料渠道，共担风险。这样，隆昌想掐我们脖子就没那么容易。还有，绣品设计要更快迭代，推出季度新品，让他们仿制都来不及。盲盒可以增加隐藏款，提高收集乐趣和忠诚度。好，就这么干。我去联系几家我知道的可靠的铺子。小姐，世子刚得到消息，城里几个大丝线商突然都表示最近货源紧张，要优先供应老客户隆昌。我们下个月的采购单怕是要悬。另外，坊间开始有些流言，说咱们学堂的绣品华而不实，用料有猫腻。果然来了，先礼后兵，这兵来得真快。陆昭哥哥，原料渠道务必抓紧。秦教头，流言先不必理会，清者自清，但让大家最近出入小心。我担心不止商业手段这么简单。诸位，近日京城有一奇谈，为3岁稚子开堂授课，男女混杂，文武并授，更得御赐匾额。老夫闻之，夜不能寐。蒙学乃同盟养正之始，关乎国运文脉，岂能如市井杂耍，任由无知幼童胡为？此非教化，实乃戕害。长此以往，圣人之道不存，礼法纲常尽废，更遑论与武夫厮混，血气未到，先染暴虐，实乃取祸之道。吾辈读圣言书，岂能坐视不理？当联名上书，恳请朝廷明察，收回匾额，整顿此等不伦不类之所。娘，我要上学，先生教的可好了。好什么好？没听人说吗？那是害人的地方。跟我回家！放屁，全是放屁！我这就去找那范老儿理论。陆昭哥哥，现在去吵，正中下怀，他们就是要我们自乱阵脚，气急败坏。先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流言可畏，须以正听。彻哥哥说的对，我们不能只防守。苏先生那边可有回音？沈小先生，苏先生让我传话，春日文会，陛下可能驾临，此乃机遇，亦是显冠，望早做准备，以实学证明。先生还说，他已联络几位开明同僚，届时会为学堂发声。春日文会，我明白了，这是对方设下的擂台，也是我们反击的舞台。陆昭哥哥，秦教头，加紧学堂课业，尤其是年纪大些孩子的经义理解和表述。我们要在文会上让所有人看到文武学堂教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那个备战也要吃饱饭，先吃饭喂，吧。谁让你们在这儿动土的？问过我们龙爷了吗？这位好汉，我们有官府的批文，合理合法。哼，批文在这片地儿，龙爷的话就是批文，1天1两银子平安费，少一个子儿，也让你们这房子竖着盖，横着塌。朋友，何处发财？此地乃御赐匾额的文武学堂产业，莫要自误。哼，御赐的怎么了？强龙不压地头蛇，要么给钱，要么……龙啸天手下，好大的狗胆！睁开你的眼，看看小爷是谁。陆小世子，这位好汉，
学堂扩建是为让更多无书可读的孩子有栖身求学之所，此乃善举。龙爷若愿行个方便，学堂上下感激不尽。若定要为难，锦书虽小，也只有冤报官，有匪剿匪。陛下仁德在此，想必京兆府和武城兵马司会很乐意维护圣誉，清扫街面。是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锦书就该让我爹直接派兵把他们老巢端了。龙啸天是地头蛇，逼急了，暗箭难防。这次是警告，秦教头，工地要加派人手巡夜，尤其注意建材和饮食安全。我担心他们明的不行，会来暗的。是，小姐。所以联盟不是吞并，是抱团取暖。我们统一设计图库，定期由各家选出精品共享使用，但各自秀制，标记自家仿号，联合采购，以量换价，对抗原料垄断，互通有无。紧急时互相调剂货物，所得利润仍归各家，只需缴纳少量会费，用于维持题库和联合事务。主意是好，可隆昌那边要是知道了，报复我们怎么办？正因我们单独无法对抗隆昌，才更要联合。他们打压一家容易，打压一个联盟成本就高得多。况且我们背后有武安侯世子的支持，苏文远苏学士也关注此事。只要我们行得正，做得好，便是我们的底气。没错，谁敢用下作手段欺负你们，小爷我第一个不答应。砒霜，好狠毒！说，谁指使你的？是龙爷手下的人，给了小人10两银子，让小人找机会在井里或者食材里下药，不用多，一点点，让几个孩子生病就行。小人鬼迷心窍。龙啸天果然开始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秦教府把他捆了，连同毒药，明天一早送去京兆府，就说抓获凶匪，人赃并获。陆昭哥哥，让你爹和京兆府打个招呼，务必深挖，看能不能咬出龙啸天。好，看来对方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了。从明日起，所有人饮食用水必须经过郑妈妈、秦角头或我3人中至少2人检查。新招人员一律重新核验身家背景，非常时期用非常之策。王爷，那沈锦书组建了个什么锦瑟联盟，拉拢了几家小鱼小虾联合采购，还推出了什么防伪标记和季度新品，咱们的原料封锁效果打了折扣。而且武安侯府的庄子似乎也在暗中给他们供货。王爷，流言已起，但苏文远等清流力挺，陛下似乎也未置可否。不过，春日文会的请柬已按计划送到沈锦书手中，此次文会几位皇子可能到场，陛下亦有驾临的可能，正是当众将其批倒批后的绝佳时机。王爷，陆昭那小子和沈锦书软硬不吃，还抓了阿贵送官。虽然阿贵嘴硬，没攀扯出来，但京兆府那边盯得紧了，兄弟们暂时不好再有大动作。四海，你的手段太软了，商业打压要打在7寸，联盟那就从内部瓦解，找那几家联盟商户的弱点，或利诱，或威逼，让联盟不攻自破，必要时可以让他们的货出点问题。是。洪州文会是关键，不只要驳倒他，更要让文武学堂在陛下和百官面前彻底失去正道的光环。你要准备好，届时会有热心学子与你呼应。学生明白，定让他无地自容。啸天，你的人暂时收敛，但给本王盯死那个赵彻，他的身份或许是一步好棋。另外，文会当日，本王要确保万无一失，你安排些人在文会场外维持秩序，若有意外，你知道该怎么做。王爷放心，包在小的身上。沈锦书，本王倒要看看你这块璞玉在真正的锋刀双剑面前能硬到几时。彻哥哥，若有人以君子远旁厨质疑学堂教学生劳作，你如何回答？可答，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学堂教劳作，非为使其成为匠人，而为使其知名声多奸，惜物爱人。此乃人之发端，正合圣人之教。且身体力行，方能知行合一。彻哥哥，你最近有心事，可是因为文慧或你家旧事？先生，我好像看到一个人，很像当年为我祖父申辩后也被贬斥的李御史。他在京城出现，似乎在暗中关注学堂。我担心我的身份会连累学堂，连累您。李御史，他若关注，或许是好意。彻哥哥，你的身份不是累赘，你祖父是忠臣，你是他的孙子，是学堂的优秀学生。在文会上，你越坦然越出色，那些想用你身份做文章的人就越无从下手。你记住，你是赵彻，文武学堂的赵彻。我明白了，先生。去吧，开始行动。完了，不仅要赔偿，还得罪了客户。走水了！完了，全完了！再跟锦瑟混，下次没这么客气。不是我们不讲义气，实在是惹不起啊！隆昌还有他们背后的势力太狠了，我差点没命。这联盟我彩云园退出，对不住了。我的铺子也烧了，我也退出吧。各位叔伯姨母，锦叔明白大家的难处，隆昌用此等下作手段，正说明他们怕了，怕我们联合起来。此刻退出正中他们下怀，日后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各个击破。你们现在退出就是怂了，以后还能挺着腰杆做生意吗？我陆昭把话放着，谁家再出事，我武安侯府管到底，医药费损失我爹和我赔。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跟我武安侯府硬碰硬。我老陈的染坊小，没什么怕的。沈小先生办学是善举，陆世子是义气人，我信你们，我不退。感谢陈伯，感谢各位还愿意留下的信任。眼下我们必须反击。刘掌柜、王娘子、吴掌柜，你们即便退出，锦叔也理解，绝无怨言。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让隆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各位放心，我们联盟，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给大家一个交代。隆昌打击联盟是想孤立我们，同时震慑旁人，我们不能只防守。陆昭哥哥，你立刻派人暗中保护还未退出的联盟成员家眷和铺面，尤其老陈叔那里。好。娘，绣坊立刻停止接普通订单，集中所有力量，用最好的料子、最精巧的工艺绣3样东西。绣什么？第一幅大型的文武锦绣图，将学堂日常、学生勤学、居民一家的场景绣入，要大气磅礴，寓意深远。第二，一套萌宝萌学42张绣像，用最可爱的 Q 版形象绣出简单的道理故事。第三，一批特制文会纪念锦囊，内附学堂简介和玉匾拓印小样，做工务必精良。这是文武锦绣图，我要在文会当日当众献给陛下，不谈买卖，只表心见与志向。萌宝萌学绣像文会后只送不卖，但获取资格是在锦瑟联盟成员店铺消费。我们要把这次危机变成一次事件营销，把学堂和锦瑟品牌与正义、坚韧、普惠绑定，让全京城的人看着隆昌越打压，我们站得越直，名声越响。同时放出风声，就说因为隆昌打压，学堂和绣坊难以为治，文武锦绣图可能是最后的作品，要显得悲壮。我这就去安排人散播消息，再让我爹在朝中参冲商商行7行8洋，为祸京城。小姐此计甚合兵法，以退为进，攻心为上。看来我们这位朋友消息很灵通，他说文会有伏兵，恐怕不止范一同收的学术围攻。陆昭哥哥，文会那日安保要格外小心，特别是陛下若真驾临。我明白，我会让我爹加派人手，便衣混在人群中。龙啸天那混蛋，要是敢在那天搞鬼，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放心，我们一定可以的。陛下、皇后娘娘、诸位同僚、学子，今日文会
本为切磋学问、彰明教化之盛事，弘扬圣贤之道，端正礼法纲常。然则今日京中竟有一桩奇谈，闹得沸沸扬扬，臣夜不能寐，补土不快，竟有一3岁女童乳臭未干，便敢开堂授课，聚众授徒，弃圣贤经典于不顾，教些杂学旁门，更兼习武弄棒，男女混杂，不循礼法，名曰文武学堂，竟还蒙陛下御赐匾额，竟被某些人鬼吹为教化新土，实乃滑天下之大稽，辱没圣贤，贻笑大方。3岁稚子为师，闻所未闻。沈小先生办学普惠寒门，何错之有？男女同堂，文武混乱，成何体统？因材施教，有何不可？御赐匾额，怎能赐给这般儿戏学堂？范山长此言差矣，大谬不然。沈锦书年虽幼，乃其心赤诚，其行可嘉。他创部学堂，不收分文，收容贫寒子弟，授以文字算术，强其体魄，导其向善，教其明理，此乃大仁大义，普惠万民之举，何来西乱纲常？休要巧言偏袒。稚子长学本就是儿戏，黄口小儿懂何圣贤之道，教些算术杂学，败坏学风，与武夫厮混，男女同堂，有伤风化。长此以往，必坏我大周文脉，动摇国本。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收回匾额，以正视听。蒙学之道，贵在启智明理，因材施教，绝非固守陈规，扼杀良才。陛下御赐匾额，乃嘉奖其普惠教化之苦心，彰显圣恩浩荡，何来悖逆礼法？范山长固守成见，以年龄论高下，以礼法苛稚子，岂非本末倒置？好了，退下吧。既有争议，当事者可在。母亲，将我放下吧。民女沈锦书叩见陛下、皇后娘娘。民女年幼，若有失仪，请陛下娘娘恕罪。平身，沈锦书，方才范卿所言，你可听见？你有何话说？回陛下，民女听见了。范山长所言，民女不敢全盘认同，愿以实情禀报。讲。其一，论3岁为师，民女开蒙识字，得益于已故祖父批注、祖母教诲及府中藏书。民女自知学识浅薄，从不敢妄称为师。在学堂，民女所做是将自己所学所悟，用孩童能懂的话说与同伴听，是共学，非教授。道彻兄长学识胜我，常为我解惑；陆昭兄长武艺强我，常护我周全。我们是在一同长大，一同学习。陛下，圣人云：三神行，必有我师。民女与学堂孩童互为师友，有何不可？其二，论习武弄棒，男女混杂。陛下，学堂教授武艺，仅为强身健体，抵御风寒，危急时得以自保。秦教头、韩教头皆曾为边军，所受皆为强身健体之基础，绝非好勇斗狠之术。且学堂有严规，学武是为护己护人，不得恃强凌弱。至于男女同堂，民女一见，孩童之时心性纯良，并无杂念，同窗共读，互相砥砺，正可见兄友弟恭，互帮互助之意。若强行分割，反生隔阂。且学堂劳作用饭皆在一处，井然有序，从无越矩之事发生。此乃学堂日常，众学子家长皆可作证。巧言令色，纵你百般辩解，稚子长学终是儿戏，岂能与我等好守穷经、传承圣贤之道相提并论？你那些算术、地理杂学，与科举何异？与治国何用？范山长问：算术、地理于国何用？民女敢问：户部度支，工部营造，兵部粮草，可需算学；治理州县，勘测河道，绘制舆图，可需地理。圣贤之道固然是立身根本，然民日日用，治国安邦，必须实学。学堂教这些，是希望孩子们即便不能科举入仕，也能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不为愚昧所欺，不为生计所困。这难道不是教化之本意吗？陛下、娘娘，民女自知人微言轻，办学草创，多有不足。然一片赤诚，天地可见。今日民女与娘亲及锦瑟联盟诸位叔伯姨母呕心沥血，绣成一图，名为《文武锦绣图》，不敢言技艺，只求表心迹，恳请陛下预览。此图何名？回陛下，此图名《文武锦绣图》，
寓意我大周文武并重，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天下太平，锦绣河山。此图所用天孙锦之法及部分特殊丝线，乃民女娘亲钻研古方，与联盟匠人反复试验所得，愿将此技法献于朝廷织造，或可增益国用。好一个文武锦绣图，好一个文武并重，锦绣香山。沈锦书，你年纪虽小，却有此心胸与巧思，难得。苏青、武安侯，你们倒是没有看错人。我宣布，沈锦书，妖女祸国，去死！啊！你们的头已经被捕了，可担心死娘了。要是你出了问题，娘可怎么办啊？没事的，娘，咱们娘俩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没事吧？没事的，娄昭哥哥，我和娘没事。陛下，你消消气。还好今日林教头救驾有功，要不然可出了大乱子。岂有此理！光天化日，国子监内竟有刺客行凶，给朕彻查，一个不许放过！这不是冲驾，是冲他来的灭口。而且选择在献图之后，御前定论之前，时机狠毒。若他或周氏身死，之前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甚至可能被反误为心虚遭天谴，或触怒神明。陛下，已初步查明，行刺主犯乃江湖亡命，受雇于京中曹帮一个名叫黑鼠的混混头目，其余报服亦是曹帮外围打手。刺客众人收受重金，奉命在文会作乱，目标为沈氏母女。一众凶徒层级低微，不知孤主真身，仅知晓对方是位大有来头的贵人，全程由中间人暗中联络传话。曹帮龙啸天是龙啸天是曹帮京畿分舵主，奴才已派人去请他。另外，奴才在搜查其中一名暴徒身上时，发现了一小枚隆昌商行的特制铜钱，虽常见，但出现在此事颇为蹊跷。刺客主犯所用短刃毒药配方，和年前兵部失窃的军中禁药高度相似。曹正春，奴才在，给朕挖曹帮昌商行还有可能牵扯到的任何人，一查到底。朕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朕的眼皮底下用如此龌龊手段对付一个3岁孩童。皇上明察，这一切都是黑鼠所为，臣也是刚刚才得知。臣冤枉啊！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臣。今日文会本为论学，却生此等害人之事，朕心甚怒。刺客之事，着有司严查，绝不姑息。至于文武学堂，沈锦书创作学堂，普惠寒门，其志可嘉，其行可免。御赐匾额乃朕所赐，无需在意。日后当更尽心竭力，导人扬善，勿负朕望。苏文远、武安侯尔等既为见证，亦当多加匡扶。臣遵旨。令文武锦绣图寓意深远，绣工精湛，进献有功。赐沈锦书金锁1枚，共缎20匹。其母周氏赐义将匾额，可悬于绣坊。所献之法，交由制造局研习。民女、民妇，谢陛下隆恩。范青，学术之争，当以理服人，而非危言耸听，徒惹纷争。日后当慎言。臣知罪。你们干什么吃的？让你们想办法，没让你们在御前动刀，还留下破绽。
若非本王及时让你弃车宝箱，让你撇清干系，此刻你们早已在东厂大狱里了。王爷息怒。经此一事，沈锦书声望更浓，胜券正浓，短期内动他不得。四海，你的商路最近收敛些，别被抓到把柄。童抽，你也暂避风头，小天厚待黑鼠的家人。至于沈锦书，来日方长，他越得势，破绽才会越多。下次要么不动，要么就一击必杀，让他永无翻身之日。锦书，我们赢了，陛下都夸你了。赢了一时，却惹来了更可怕的敌人。今日刺客摆明是灭口，对方在御前都敢如此，其嚣张与狠毒远超想象。我们只是侥幸过了这一关。先生，那位李御史今日似乎也在人群中暗中关注，还有那封预警信。陆昭哥哥，秦教头，日后更要小心，联盟成员的安全必须再加强，尤其是彻哥哥，你也要格外注意安全。母亲，儿子不孝，离家数载，让母亲担忧了。这是柳氏儿子在边关所纳，他已有5个月身孕，儿子想给他一个名分，日后在府中也有个照应。妾身柳氏给老夫人请安，日后定当尽心侍奉侯爷与老夫人。既是侯爷的意思，又有了身孕，先进府吧。一切安顿下来再说。母亲，儿臣给您请安。起来吧。重远，你糊涂！那周氏为你生儿育女，在府中受了多少委屈，你不知也就罢了。如今他刚凭自己挣出点样子，你倒好，出征几年，不声不响带个怀了身孕的回，让周氏和景氏如何自处？母亲，柳氏父亲是为救儿子而死的不假，儿子不能不照顾。他有了身孕，儿子也始料未及，儿子对他有责任。至于周氏，儿子会补偿他。锦书那孩子，听说如今出息了，儿子心里也高兴。补偿？你怎么补偿？那柳氏看着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如今你回来了，这后宅怕是要无宁日了。老夫人，王氏求见，说是为侯爷接风。侯爷常提起您，说您温柔贤惠，妹妹年轻不懂事，日后还要姐姐多提点。这是侯爷赏的南珠，妹妹借花献佛，送给姐姐把玩。对了，侯爷说了，我身子重，院里缺个有经验的嬷嬷。听说姐姐身边的郑妈妈不错。柳姨娘客气了，郑妈妈是锦书学堂的人，我做不了主。这珠子太贵重，我受不起。柳姨娘，我娘不是姐姐，是前永宁侯夫人。大小姐，妾身没有恶意，只是侯爷吩咐。我娘身边用谁，自有祖母安排，不劳姨娘费心。姨娘身子重，还是回去安心养胎，少操心为好。我娘要休息了，姨娘请回吧。我被大小姐赶出来了，你要为我做主啊！柳氏年轻，有孕在身，心思重些，你多担待。锦书那孩子说话也太冲了些。爹爹，您是来兴师问罪的吗？请问柳姨娘是以什么身份来我娘这里要人送礼称姐姐的？我娘是爹爹明媒正娶又和离出门，如今自立自强的周娘子，不是她一个姨娘能来抵点的。再说了，锦书只是告诉她事实，还是说爹爹觉得我娘和我应该对这个突然出现还怀着弟弟妹妹的姨娘感恩戴德，卑躬屈膝？锦书，爹不是那个意思，爹只是希望一家人能和睦。爹爹，您我娘在柳姨娘没来之前或许还算，
现在他才是您要和睦的一家人，我和娘不过是外人。爹爹若无事，请回吧，娘累了。娘娘，爱儿他不保了。一定有人在我每日散步的鹅卵石路上倒了油，一定是周氏嫉妒我怀有身孕。侯爷，妾身知道周姐姐不喜妾身，可孩子是无辜的呀，定是有人害我，求侯爷为妾身和孩子做主。查，给本侯彻查，把相关人等都叫来。我看到周氏院里的丫鬟曾在附近鬼鬼祟祟。周氏，你竟如此狠毒！侯爷，我没有，我怎么会做这种事？爹爹，断案要讲证据，请问是谁看到我娘或我娘的丫鬟倒油了？具体时辰，倒了什么油？油从何来？我娘院里的油是厨房统一分发的菜油，与那路上发现的桂花头油气味、质地天差地别，一验便知。此其一。你说你看到小桃鬼鬼祟祟是何时？当时小桃穿什么衣服？手里拿着什么？柳姨娘滑道处鹅卵石路两侧花草有被新鲜踩踏的痕迹，泥土里留有半个清晰的不属于侯府任何女眷制式鞋的鞋印，更像男子。倒油害人需要弯腰蹲下，留下脚印不齐，为何不查这鞋印来源？爹爹，您征战沙场，当知兵不厌诈，栽赃嫁祸，有人想一石二鸟，既除了柳姨娘腹中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孩子，又嫁祸给我娘，让爹爹厌弃我们母女，其心可诛。报告侯爷，所指向王是一个已被打发到庄子的有赌博恩习的远房表亲男子，而头油是柳姨娘自己丫鬟房中常用的那种。柳姨娘，你失去孩子固然可怜，但利用这可怜来诬陷他人，便是可恨。我娘心善，不与你计较，但我沈锦书眼里揉不得沙子。今日之事，望你记住，害人者人恒害之。小产是真，却非被推。献红在先，苦肉计。柳氏，你竟拿自己孩子的性命做筹码！毒妇，2个毒妇，你的心是黑的吗？是王氏逼我的，他说只要演了这一出，就能扳倒周氏，帮我顾宠啊！王氏，你已被休还不安分？这个家都被你们这些毒妇搅得乌烟瘴气。来人，王氏加重惩罚，终生圈禁柴房，无令不得出。柳氏降为通房，禁足思过。放开我！侯爷饶命啊！周氏，是我错怪你了，这个家被我弄得乌烟瘴气，我想补偿你们。你和锦书搬回主院吧，以后这个家你来管。侯爷，不必了，这个家早已不是我的家了。经历了这么多，我累了。锦书说的对，我和他应该有自己的日子。侯爷的补偿，妾身心领了，但妾身不想再回来了。你要走去哪里？锦书还小，他不能没有父亲。爹爹，我和娘在学堂和秀芳很好，那里有我们的心血，有信任我们的人。侯府很好，但不适合我们。今日之事，爹爹也看到了。只要我们还与侯府与爹爹有牵扯，这样的算计和伤害就永无休止。爹爹，您放过我娘，也放过您自己吧。好，我答应你们，学堂和秀芳，我会以我的方式照拂，算是一点弥补。你们保重。锦书，祖母舍不得你，但祖母知道外面的天地更适合你和你的娘亲，常回来看看祖母。祖母不哭，锦书会常常回来看您的。您要保重身体，等学堂再大些，锦书接祖母去住几天。
你们可算回来了！以后我陆昭就是你们的守护神，谁敢来捣乱，我打掉他牙！这新学堂真气派。娘，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小心账房孙先生，他与隆昌有旧，近日频繁外出，赵彻南下路线恐已泄露，速作应对。陆昭哥哥，秦教头！我这就去把那姓孙的抓起来。不，打草惊蛇。秦教头，派人暗中盯着孙先生，查他所有往来，特别是银钱。陆昭哥哥，立刻派人用最快的速度，走最隐秘的渠道给彻哥哥送信，让他们改变路线，并加强护卫，要快。锦书，这样下去，我们的普惠系列还没铺开，就要被这些假货击垮了。而且假货质量差，败的是我们锦瑟的名声。这是价格战加污名化，对手学聪明了。娘，立刻在铺面最显眼处张贴钢防伪告示和真伪对比图，教百姓识别。同时联系之前反隆昌联盟的商户，统一价格，保证质量。宁可少赚，也不能自降身价跟假货拼。另外，放出风声。就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仿冒方的关键证据，即将报关。同时让陆昭哥哥找人暗中高价收购一批仿冒最像的货，我有用。娘，你快去吧。行，娘这就去。来吧，让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招数。姨娘，这是那边贵人新送来的，无色无味，混在安神药里，只需一点点，让老夫人精神短些，睡不安稳即可。时机就在大小姐下次回府前后。我晓得了，告诉那边，事成之后答应我的。放心，贵人一言九鼎，只要老夫人一病，府里那关于周氏诅咒的旧谣就有了根，届时任那沈锦书巧舌如簧，也难辨清白。听说了吗？永宁侯府老夫人突然病重，药师忘药，请了高僧去看，说是被至亲血脉诅咒所致。至亲血脉，侯爷孝顺，世子年幼，莫不是还能有谁？那个被休弃出门，在外抛头露面的周氏呗。还有他那妖孽般的女儿，定是怀恨在心，用了邪术。锦书，外面传疯了，说你和你娘诅咒老夫人，简直放屁！祖母怎么了？病得蹊跷，我爹派人去打听了，说是突然不好了，现在满城风雨，都说你们……我没有。锦书，娘没有。陆昭哥哥，我相信我娘，也信我自己。这是有人要害我们，我要回府去看祖母。我陪你去，我看哪个敢乱说。
就是他们，还有脸回来？老夫人就是被他们克的。小声点儿，那位小主子邪性着呢。你们还回来做什么？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还嫌府里不够乱吗？侯爷，妾身没有，妾身是担心母亲。爹爹，锦书听闻祖母病重，心中焦急，特带京城有名的孙大夫前来为祖母诊治。无论外面如何传言，锦书与娘亲对祖母的孝心，天地可见。请爹爹让孙大夫进去一看，若祖母真是因病，及早医治；若真有蹊跷，也好查明真相，免得被小人利用冤枉好人，也让祖母继续受苦。侯爷，你一定要为老夫人做主啊！老夫人就是自打他们搬出去后，身子才一日不如一日的，定是他们怀恨在心啊！请爹爹快点决定。够了！只有孙大夫可以进去，其他人都在外面等着，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踏入房间一步。有什么问题吗？老夫人迈向虚浮中带色，神思不属，却似邪风入侵，忧思过度。这药渣之中有一味凝神草，本无大害，可若与老夫人近来常食的金丝蜜枣中某一味蜜料长期同服，便会药性相冲，损耗心神，令人日渐萎靡，状似邪祟侵体。什么？蜜枣？药性相冲？你胡说！那蜜枣是我一片孝心从老字号买的，怎会有问题？定是你与他们串通好了，来诬陷我。老夫行医数十年，只据实而言。侯爷若不信，可另请高明，或取蜜枣、药渣，寻太医院或药行老师傅一验便知。只是老夫人之病根源恐怕在此，而非虚无缥缈的诅咒。孙大夫说，可能是饮食药物出了岔子。柳氏，蜜枣是你送的，作何解释？侯爷明鉴，妾身对老夫人之心日月可见，定是有人知晓妾身每日送蜜枣，故意在别处下药嫁祸妾身，或是这孙大夫受人指使，信口雌黄。爹爹，孙大夫是锦书请来为祖母治病的，与我和娘亲无冤无仇，为何要诬陷柳姨娘？反倒是柳姨娘口口声声说这么多，却拿不出半分证据。如今孙大夫查出病因可能在于饮食，他便反口污蔑，究竟是谁在搅乱是非？祖母尚在病中，当务之急是查明根源，救治祖母，而非在此互相猜疑。都别吵了，此事我自会查清。在查清之前，你们暂且回学堂，无诏不得回府。柳氏，你禁足自己院中，蜜枣之事，我会派人去查。娘，我们走。退学，必须退学！我们可不敢让孩子跟诅咒祖母的人读书。诸位，此乃无稽之谈。沈先生他什么无稽之谈？满大街都传遍了。他祖母中毒，就是他诅咒的。就是，以前还觉得沈先生是神童，现在看
说不定就是妖孽。办学就是为了吸童子的灵气。离远点。先生，我娘说不能再来了，她说您是坏人。没事，想走的可以走，留下的我们继续上课。锦书，你祖母的病真的跟那蜜草有关？柳姨娘有那么大胆子？我不知道，但孙大夫不会看错，柳姨娘未必是主谋。爹爹不信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样对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锦书，娘好怕你被牵连，怕这学堂散了，怕我们好不容易挣来的日子就这么毁了。娘不怕，清者自清，我们没有做坏事，老天爷看着呢。学堂不会散，日子会好起来的，只是要委屈娘再忍一忍。开工了！听说了吗？那个东家周娘子以次充好卖假货。嘘，小声点儿。我看那周娘子不像坏人。坏人脸上写字了。他家东西要是好，怎么这么多人退？夫人，库存压着，货款收不回，工钱、原料钱都没了。外面说咱们东西不干净，这可如何是好？明明都是好东西，怎么就……秦伯伯，2件事。第一，麻烦您暗中调查最近市面上那些诋毁我们以及锦绣阁的谣言，最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尤其是和侯府、柳姨娘那边有无关联？第二，学堂里退学的那几个孩子家里，想办法接触一下，看他们突然退学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人给了钱，或者威胁？是，小姐，您还好吗？还好，就是心里堵得慌。秦伯伯，我和娘是不是真的很惹人厌？小姐，老夫活了半辈子，没见过比您和周娘子更心善、更坚韧的人。有些污水泥巴一时能蒙了人眼，但太阳出来总会晒干的。老夫信您。昭儿，为父知你与沈锦书交好，但如今永宁侯府老夫人病重，谣言四起，牵连诅咒巫蛊，此事非同小可，已非孩童嬉闹或商业竞争。陛下虽未明言，但已有御史关注，你与沈锦书往来过密，恐会引火烧身，连累侯府。爹，锦书是冤枉的，他是被人陷害的。冤枉与否，自有朝廷法度，侯府家规去查。在真相大白之前，你需避嫌。从今日起，不得再去文武学堂，不得与沈锦书公开往来。
陆昭哥哥，你怎么来了？不进来坐。我爹叫我回去有事。锦书，我最近可能不能常来了。我知道侯爷是为你好，你回去吧。你保重，有事可以让人给我带信。好，我还有事，先走了。连最信任的陆昭哥哥也疏远了。小姐，有线索了。散播诅咒谣言最卖力的几个地痞和一个叫张赖子的混混头有关。这个张赖子早年是王氏娘家铺子的打手，后来跟了曹帮一个小头目，而那个小头目最近和锦绣阁的一个二掌柜斗得颇近。王氏、锦绣阁果然有勾结。退学的那几家呢？有一个孩子说漏嘴，说他娘收了一个脸上有痣的婆婆的钱，不让再来上学。老奴查了，永宁侯府王氏身边确实有个张嬷嬷，右边眉梢有颗黑痣。王氏，他果然没闲着。秦伯伯，能想办法拿到那个张赖子或者锦绣院二掌柜与王氏或柳姨娘那边有来往的证据吗？哪怕是间接的，人证也行。有些难，他们很警惕。不过老奴可以试着从张赖子手下的小喽啰或者锦绣阁被辞退的伙计那里下手，需要时间和银子。银子我想办法，此事必须秘密进行，绝不能打草惊蛇。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不足以扳倒王氏和背后的锦绣阁，更无法洗刷自己和母亲的污名。是我，锦书，我的锦书。有惧攻心，风寒入体，需好生将养，切忌再受刺激。娘，你快点好起来，锦书不能没有你，你别怕，锦书在，锦书会保护你的，一定会查清真相，还我们清白。小先生，您多少喝点，歇一歇。铺子那边有我和几个老伙计撑着，绝不会垮。我们信您和周娘子。锦书，学堂里的孩子，老朽会尽力安抚，课也不会落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你可一定要撑住。谢谢陈伯，谢谢夫子，锦书不会倒下的。那边贵人传话说沈锦书还在暗中查探，不能让他缓过气来。老夫人那边因孙大夫的话，侯爷已有些疑我，必须再添一把火，把诅咒的罪名死死扣在周氏母女头上。老奴懂得，东西准备好了，是照着外面流传的诅咒人偶样子做的，里面塞了周氏和沈锦书的生辰八字，还有老夫人病中剪下的头发，就埋在老夫人的院子里，就埋在周氏以前住的那个小院墙角。明日一早，你无意中带人去清理，当众发现，届时人赃并获，看他们还如何狡辩。你听说了吗？周氏母女给老夫人下蛊。是啊，是啊，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毒妇毒女，来人，去学堂把周氏和沈锦书给我绑来，我要亲自审问。奉侯爷之命，请周娘子、大小姐回府问话，闲杂人等推开。请问侯爷以何罪名，请我与娘亲回府？此物在周娘子旧院掘出，证据确凿。侯爷震怒，请二位回去对质。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等拙劣栽赃，我3岁孩童都不屑为之。我娘病重，需静养，不能移动。侯爷若有疑问，可来学堂问话，或报官审理。如此兴师动众，是怕人不知道侯府出了巫蛊丑闻，还是有心人要当众坐实罪名？不容我们辩驳。周氏，我自问待你不薄，即便合理，也从未短缺你们母女用毒。你竟如此恶毒，诅咒母亲！还有你沈锦书，小小年纪心思如此歹毒，助纣为虐！你们太让我失望了！没有，我没有。爹爹，这布偶上的布料是去年江南贡缎的次品边角料，因染色不均被宫中退回，一部分流入了市面，但价格依然不菲。我娘的旧院早已清空，何来此物？这上面的线是五彩合谷金线，一般用于喜庆绣品。我娘素来不喜这般艳俗，从未用过。更重要的是，这布偶上有股极淡的桂花头油混合着陈年樟木的味道。张嬷嬷，如果我没记错，你最爱用桂花头油，而你房中那个陪嫁的樟木箱子年深日久，味道独特。这布偶在你手中怕是不止1日了吧？老爷，定是这老钱婆，定是王氏那个毒妇指使她做出这等丧尽天良、诅咒主母的勾当，还想嫁祸给姐姐和大小姐。老爷，妾身早就觉得王氏心术不正，对姐姐和大小姐心怀怨恨，没想到她竟如此恶毒。侯爷，你一定要为老夫人，为无辜蒙冤的姐姐和大小姐做主啊！严惩这恶奴和王氏呀！柳姨娘如此深明大义、急公好义，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只是姨娘方才也听到了，孙大夫诊断祖母病体缠绵，与每日所食的蜜枣可能有关。那蜜枣是姨娘你日日前来松鹤院亲手奉上，名曰孝心。如今这栽赃陷害的布偶，又牵扯出王氏与他的心腹张嬷嬷。王氏被禁足多时，行动受限，她是如何与行动相对自由的张嬷嬷内外串联，将这布偶不偏不倚埋在我娘旧院，又恰好在今日被当众决出。姨娘你每日在府中行走，侍奉祖母左右，可曾察觉张嬷嬷有何异动？可曾见她与王氏旧院有何不正常的往来？还是说，姨娘你其实心知肚明，甚至与张嬷嬷本就同气连枝，各司其职，一个负责让祖母病，一个负责让我们罪。都给我住口！侯爷，来人，将张氏押入府中地牢，严加审讯。我要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背后还有谁？侯爷，柳氏，禁足你自己院中，无我手令，任何人不得出入探望。你们暂且安心在此，真相未明，本侯自会查个水落石出。老爷，你不能这样！张氏，抬起头来，看着本侯，那布偶，那肮脏阿杂之物，当真与你有关？说，一字不许隐瞒。侯爷明鉴，老奴冤枉，冤枉啊！老奴对老夫人、对侯爷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定是大小姐，她心思深沉，定是早就不满老奴，不知何时使了手段，潜入老奴房中，沾染了这气味，今日特拿来诬陷老奴。侯爷，你万不可被这一妖，被这巧言令色蒙蔽了。爹爹，张嬷嬷说我潜入她房中栽赃，请问，自我与娘亲搬离侯府，住进这文武学堂，可曾有一次是私下接近过张嬷嬷的居所柴房？侯府门禁森严，我一个3岁孩童是如何做到来去自如、不留痕迹的？反倒是张嬷嬷您，身为母亲昔日心腹，虽母亲被禁，您在内院行动却未受太多限制，清理旧院、埋藏物品，对您而言易如反掌。况且，秦伯伯，烦请您将前几日查探所得禀告爹爹。回侯爷小姐，属下奉命追查市井谣言之源，于3日前在城西醉仙居后巷当场拿获3名正在散播诅咒谣言的地痞。经审问，他们供认
是受一个年约5旬、右边眉梢有颗显眼黑痣的老婆子指使，并收了其银钱。属下已命人画影图形，经比对，与这位张嬷嬷容貌特征分毫不差。其中一名地痞，属下已秘密带来，此刻就在院外，侯爷可随时传唤对质。你让为父深夜来此，不只是为了请为父喝茶吧？张嬷嬷已招供，主谋是王氏，此事为父会给你和你娘一个交代。爹爹，张嬷嬷招了，也只招到王氏为止。可爹爹难道不觉得奇怪吗？王氏一个失势被禁，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内宅妇人，如何能驱使地痞，将谣言散播的满城风雨，绘声绘色？如何能弄到宫中流出的特殊布料？又如何能与突然出现专门针对女儿产业的锦绣阁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几乎在同一时间，谣言、内宅、商寨三方齐发，欲将我与娘亲置于死地。爹爹久经沙场，当知用兵之道，讲究配合，更讲究后勤与情报。王氏有这般能耐吗？你的意思是幕后另有其人，而且此人能量不小。女儿与娘亲在外，办学略有虚名，绣坊博有资产，或许无意中碍了哪位贵人的眼，挡了哪位大人的财路。此人利用侯府内宅旧院，借王氏、柳姨娘这把刀，行排除异己、攫取利益之实，一可除去女儿，二可搅乱侯府，让爹爹后方不宁，三可趁机吞锦瑟，一举数得，心思不可谓不深。你是说瑞亲王？女儿没有确凿证据，不敢妄言。只是爹爹，侯府是武将之家，是朝廷柱石，却也树大招风。祖母之病，我与娘亲之冤，或许只是狂风骤雨前最先被打湿的叶子。有人不想看到侯府安稳，不想看到爹爹您后方无虞。为父明白了，此事为父会暗中查探。你与你娘这些日子受委屈了，是为父失察。爹爹言重了，只要爹爹信我们就好。在真相大白之前，你们暂且安心在此。侯府的侍卫我会撤走，但你们自己务必万事小心，若有任何异动，立刻派人通知为父。至于瑞亲王那边，为父自有计较。老霍到了这份上，还想替你救主遮掩？王是一个失势被禁的妇人，哪儿来的银子使唤地痞？又哪儿来的本事弄到宫中流出的次品贡缎边角料？说，除了王氏，还有谁？银子是王氏给的，他说是卖了嫁妆私存的。料子是他早年存的。老奴不知，真的不知啊！老奴只是听命行事。王氏狠毒了周氏和那小妖，大小姐只想让他们身败名裂，不得好死。曹帮的泥鳅流，这小子我知道，滑不溜手，专干些见不得光的勾当。他最近确实阔绰了，在码头新包了个相好的。张嬷嬷供出与锦绣阁有牵线的曹帮小头目便是此人。我让手下的崽子盯着，发现他前2天半夜悄悄去会了隆昌，现在该叫锦绣阁了，会了锦绣阁后街的一个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可查到底细，怪就怪在这儿，那账房看着普通，但我一个在瑞亲王府外院马房做事的侄儿说，他见过这账房，是王府外院一个大管事的连襟，两人偶尔在酒馆碰头，神神秘秘的。瑞亲王府，果然王氏是刀，柳姨娘或许是另一把刀，但握刀的手是瑞亲王。散播谣言，败坏名声，内宅下药，制造事端，商业打压，断我生路，朝堂弹劾，欲置死地，环环相扣，好缜密的手段，好狠毒的心肠。张嬷嬷不敢吐口，是知道说出来必死无疑。我们缺乏直接证据，动不了瑞亲王分毫。小姐，如今我们在明，敌在暗，瑞亲王此次未能得手，必不会罢休。接下来只怕手段会更隐蔽，更毒辣。秦伯伯，
继续盯紧那个账房和王府的管事，但务必小心，不要打草惊蛇，证据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现在我需要见一见父亲，有些话必须说开了。太子现场请选啊，低价的请销。锦书，锦书，你没事吧？我都听说了，张嬷嬷那个老陈婆，还有王氏，我爹他把我关在府里不让我出来，急死我了。陆昭哥哥，我没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侯爷，武安侯他是为你好，也是为我好。那个时候你离我远些是对的。对什么对？我是那种怕被牵连的人吗？我爹就是太小心了。锦书，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我陆昭说话算话。我知道，谢谢陆昭哥哥。对了，那个锦绣阁实在太可恶了，明目张胆的抄你们，我让我爹找人去查他们的底，看看到底是什么来路。不必了，陆昭哥哥，他们的来路我心里大概有数。现在硬碰硬，我们占不到便宜，当务之急是先让我们自己站稳脚跟。污名就像这藤上的刺，硬拔会伤手，只能等它自己枯掉，或者我们用更鲜艳的花朵盖过它。锦书，娘，你怎么醒了？可是哪里不舒服？要喝水吗？锦书，我的孩子，是娘没用，娘保护不了你，还成了你的拖坠，让你小小年纪就要面对这些豺狼母豹，受这些天大的委屈，娘心里跟刀割一样。娘，你胡说，是女儿不好，是女儿惹来的麻烦，才让娘受了惊吓生了病。娘，你答应我，快点好起来，开开心心的。你好了，锦书就不怕了。有你在我身边，锦书就什么都不怕，我们会越来越好的，一定会。是赵彻，只有赵彻南下，才会用这种最隐秘的方式联系。瑞亲王已经知道了，而且派出了杀手。赵彻和水路是最后的机会。就是这样，太好了，终于找到这老匹夫的罪证了。锦书，我们这就去通州码头接应撤阁。我让我爹调侯府最精锐的护卫，不，我让我爹亲自去。陆昭哥哥，不可，绝对不可大张旗鼓。秦伯伯，瑞亲王既然已经派出杀手在陆路拦截，必然也会想到水路。通州码头是他的地盘，漕运、官府恐怕都有他的眼线。我们若动用侯府或武安侯府的明面力量去接应，无异于告诉瑞亲王，证据在这里，快来抢。届时不仅接不到彻哥哥，反而会害了他，甚至可能引发火拼，证据毁于一旦。小姐所言极是，那依小姐之见，我们必须用瑞亲王想不到的人，走瑞亲王盯不住的路。秦伯伯，您上次提过的那些在运河上跑私船、重义气的旧日袍泽，是否可靠？能否立刻联系？都是过命的交情，嘴巴严，身手也不差，对运河水路各码头暗桩了如指掌。小姐是想请他们立刻出发，扮作寻常运货的私船队，沿运河北上，秘密探查，接应从南方来的伪装成运粮商队的船只，不要直接接触，暗中尾随保护，直到进入相对安全的河段，再设法与彻哥哥的人取得联系，确认安全后，秘密将人和证据转移。所需银钱从我私房和绣铺应急款中支取，不惜代价。是，老奴即刻举办。陆昭哥哥，瑞亲王多疑，我们还需固步一阵，请你回去务必说服武安侯，明面上大张旗鼓地派出一队精锐府兵，最好是打着迎接南边亲戚或押送贡品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往陆路官道方向去，动静越大越好。目的就是吸引瑞亲王的绝大部分注意力，让他以为我们要从陆路接应，或者证据会从陆路来。妙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锦书，你真是太聪明了。
我这就回去跟我爹说，他准答应。还有最要紧的一点，秦伯伯、陆昭哥哥，此事关乎生死，关乎能否彻底扳倒瑞亲王。从此刻起，在我们3人之外，绝不可对第4人提及半个字，包括我娘，包括孙夫子，包括老陈。不是不信他们，而是知道的人越少，彻哥哥和证据就越安全。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必须绝对保密。彻哥哥，坚持住，一定要平安回来。小先生、夫人，锦绣阁压价，老主顾都被拉走了，银钱周转眼看就要见底了。工人们的工签，下个月怕是……陈伯的难处我都知道，我们不能坐着等，我们要自己把这块牌子重新擦亮，而且要擦得比以往更亮。从今日起，我们锦瑟要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就叫至诚锦心。至诚锦心，名字是好听，可如今咱们名声受损，就算降价也拼不过锦绣阁的低价呀。我们不拼价格，我们拼人心，拼诚信。第一，选料公开；第二，工艺公开；第三，每一件成品都附一张独一无二的溯源锦卡。锦叔，这想法是好，可是成本太高了，而且工艺公开了，技艺被人偷学了，可怎么好？娘，经此一难，女儿想明白了。最坚固的城墙不是密不示人的记忆，而是人心所向的信子。锦绣阁可以防我们的形，却防不了我们的神，更防不了我们这份敢于将一切摊在阳光下的坦荡。至诚锦心就是要用绝对的正和诚至于本钱。首期至诚锦心，我们不卖。不卖？对，首批只做36件，天罡之术，12件赠给始终信我们的老主顾，12赠给适龄清流，最后12件镇店镇堂。我们要的不是立刻赚钱，是用这36件绣品重新立住锦瑟的口碑。干了，小先生，就按您说的办。老头子我这就去清点料子，伙计们拿出看家本事来，咱们要让全京城的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锦瑟。公子，前面就是黑石峡，水气弯多，是这段水路最险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过了这里，再行20里，就有我们的人接应。有劳。停下，交出东西，留你们全尸，保护公子，突围！龟日子们，敢动老子造的船，弟兄们，抄家伙干他娘的！公子，跳过来！先生，幸不辱命。彻哥哥，你受苦了，回来就好，平安就好。乙未年7月初3，拨付宿州大营东一银，计8万两，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王侍郎贪墨的边防军饷至少有30%。通过层层伪装，流入了瑞亲王及其党羽的私囊。这里还有他们当年为了掩盖罪行，联手构陷、打压知情官员的密信副本。赵兄正是因为查到了通元票号的异常，才被他们罗织罪名处死，冤枉啊！王八蛋，喝冰血的，我这就拿去给我爹，让他上朝参死这个老贼。陆昭哥哥，稍安勿躁，这些证据是利器，也是催命符，直接递上去。瑞亲王在朝中党羽众多，耳目灵通，很可能中途就被截下，反咬我们伪造，甚至可能对李伯伯、对侯爷不利。锦书所言甚是，此物必须直达天庭，且要确保陛下能看到，能相信。我们需要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
和一条绝对安全的通道。废物，一群废物，连个半大孩子和盒子都拦不住。找！给本王把京城翻过来也要找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那盒子必须毁掉。王爷，刚得到消息，3日后，陛下将启程赴西山温泉宫静养。按例，武安侯陆晴将率部分精营兵马沿途警戒。那赵彻会不会被武安侯藏起来了？证据会不会趁此机会？西山，陆晴，好，给本王盯死陆晴，盯死所有可能与沈锦书、李元培有关的人。西山路上，陛下的随行人员都给本王塞进眼睛去，一旦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宁杀错，无放过。另外，宫里的钉子也动起来，给本王盯紧陛下身边，特别是御前侍卫统领张陵。3日后，陛下赴西山，御前卫卫统领张楼张大人是陛下绝对的心腹，刚正不阿，只忠于皇命。他也是少数几个敢不卖睿亲王面子的人。我爹会负责一段路程的警戒，我可以求他安排一个绝对可靠、身手又好的心腹，设法接近张统领。不，陆昭哥哥，侯爷目标太大，他身边的人也可能被盯梢。我们的人不能从侯爷那里直接派，而且证据原件不能全部带出去，太危险。秦伯伯，您身手最好，应变最强。3日后，您扮作往行宫送新鲜山货的农户，混在庞大的后勤队伍里。这份抄录的密信不要放在身上。放这里。秦伯伯，您的任务不是主动去找张统领，那样太显眼。您的任务是确保这罐茶叶能意外的、合情合理的出现在张统领面前，并且引起他的注意。至于有何意外，见机行事。记住，一旦事有不测，优先保护自己。毁掉茶叶，我们还有原件。小姐放心，老夫哎呦，你这老货没长眼睛啊！好身手！御前侍卫统领张大人，小民秦川，受人之托，有10万火急，关乎国本朝纲之密信，需即刻面呈陛下。密信就在此罐夹层之中。托付之人言，此事关乎边关将士血泪，忠臣冤屈，惧怒贪墨，迟则生变，恳请大人明察。来人，将此人拿下，严加看管。没有本统领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近。秦壮士，请随本统领来。你们几个守住此处，任何人不得擅入。是。好一个朕的好皇叔，好一个忠心体国的睿亲王！边关将士饿着肚子，用血肉之躯抵挡外奴，朕的内库年年空虚，节衣缩食。他呢？他在后面吸髓敲骨，中饱私囊，贪墨的还是军饷，是保家卫国的军饷，还有构陷忠良，打压言官，结党营私，把手伸到朕的御前，拦截密信。他这是要做什么？啊，张林，你说他这是要做什么？陛下息怒，此等巨度，天理难容。如今铁证在此，请陛下圣裁。张林，臣在。你亲自带人持朕金牌，连夜回京。第一，即刻查封睿亲王府，一应人等圈进府中，等待审查。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第二，捉拿睿亲王及其所有已成年的儿子，府中重要属官门客下天牢，分开关押。第三，密控刑部大狱中的王侍郎，不许任何人接触。
第四，派一队绝对可靠的御前侍卫，便衣前往武安侯京郊田庄，将李元培、赵彻以及永宁侯之女沈锦书等人秘密接入城中，妥善安置保护，不得有丝毫闪失。此事秘密进行，若走漏半点风声，朕违你10万。臣领旨，定不负圣望。陛下有旨，睿亲王及其党羽已悉数下狱，诸位护政有功，揭露巨奸，陛下已知。在案情彻底查明之前，为保诸位安全，请随本官移居城内妥善之处，由御前侍卫保护，一应所需，皆由宫中供给。秦壮士忠勇可嘉，身手不凡，陛下闻之甚为嘉许，日后必有封赏。娘，你看，天终于亮了。